钱并不难，用对方式就能找到低风险高回报的股票吗？那今天这支影片一定能让你获益良多，并更加了解投资的窍门。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扭转乾坤，一个通往马股大门的频道，阅股无数，通晓股市里的点点滴滴，就从这里开始。1个月前，小编我分享了如何寻找暴涨股的方式。那影片发布后，小编我也陆续成功的抓到了不少的上涨股。在今天这一支影片，小编我挑选了3家公司，为大家讲解究竟是如何找到这些上涨股的。而这3家公司每一个小编我都因为不同的原因进场，希望这样子大家才能学到更多，可以运用在不同的情况上。首先，第一家公司就是 Harta Lega Holdings Berhad。那相信大家也对这一家手套公司非常熟悉，毕竟在2020年 COVID 疫情爆发时，他们和其他手套公司，例如 Top Glove、Hosan、Supermax 等等的股价都经历了一段惊人的暴涨。但是随着疫情的缓和，全球对手套的紧迫需求也开始减弱，因此基金和投资者逐渐减少对手套股的青睐，并持续的抛售，导致手套的股价持续下跌，而且这下降趋势已经持续了3年。然而，这并非意味着Harta已经没有未来，因为无论是从基本面或技术面分析，小编我观察到了Harta正展现出积极的迹象，不仅显示他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而且也相信他们未来的业绩表现将会更好。首先，大家看到Harta已经连续亏损了3个季度的业绩，都不觉得它会有戏，短期内股价应该都不会上涨吧？但也是因为上一个季度业绩的一些蛛丝马迹，我们发现了它的业绩即将改善。那Harta要改善业绩亏损的问题，转亏为盈，他们大致上有2个选择，一个就是提高他们的收入，第二则是降低他们的开销。那第一个方案呢，就比较有点不实际了，因为在前几年手套销售量最火热的时候，许多原本从事其他行业的公司都选择进军了手套业，这也导致市场上手套的供应量大增。然而，随着疫情的缓解，导致手套的需求量开始减少，市场上也出现了供过于求 oversupply 的情况，因此这也导致了市场上手套的价格持续下降。在这样的环境，Harta很难通过提高销售量或提升价格来增加收入。那既然第一个方案行不通，因此目前Harta暂时只能采取第2个方案，也就是降低成本开销。而小编我所说的蛛丝马迹，就在他们的第1个季度业绩里的前景与目标评论发现了，那就是Harta的管理层决定选择关闭掉他们位于在 Bestari Jaya 的旧工厂，单只靠这一个消息入场是相当的高风险，所以扭转乾坤的团队就开始了深入研究，发现关闭工厂对于Harta的未来而言绝对是利好消息，因为这个工厂已经有超过20年的历史了，当中使用的大部分都是一些旧款的机器，所以生产线的效率比较慢，每小时大概只可以生产33000至45000左右的手套。而他们的 NGC 新工厂由于拥有先进的机器，每小时就可以稳定的生产45000个手套，因此Harta关闭生产效率较低的旧工厂，一来可以降低更多的成本，包括电费、人工费之类的，其次还可以降低手套的产量。当供需平衡后，手套的 ASP 就会开始提高，并有助于提升Harta的收入。此外，关闭了 Bestari Jaya 的旧工厂后，Harta也打算出售他们在那里拥有的土地，一旦出售后，相信Harta会获得一笔庞大的现金，从而为公司提供额外的流动资金。那Harta可以将这一笔资金利用于多种用途，例如投资型项目、研发创新技术，甚至是存入定期存款 FD 以获得利息等等。而不管哪一个用途，都对Harta的未来发展都有着积极的影响。那以上就是对Harta的基本面进行分析的结果。而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呢，虽然Harta的股价仍低于 EMA 200，但他们的股价的低点却越来越高，意味着买方的势力逐渐增强。此外，股价也在积极的尝试再次突破 EMA 200的阻力，这反映出股价有望突破并上涨的可能性。那从这里看，基本面和技术面的角度都呈现出Harta的积极迹象，因此这正是小编我认为Harta未来的业绩将会改善，并决定投资于这一支股票的理由。因此，小编我在10月23号时把Harta的多面讯息梳理后，就分享给私人群组的会员们。当时的股价也只有20级9仙，而在2个星期左右，Harta新出炉的业绩不仅获得改善，甚至好过小编的预期。他们的收入
不仅上涨，而且还成功转亏为盈。如此的利好消息也推动了哈达股价上涨至2令吉44仙，涨幅高达16.78%。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的股价已经上涨了，在没有成本优势下，建议大家不要随意追高哦。那第二家要和大家分享的公司是一家著名的建筑商 Ecoverse。那早在10月24号时，小编我向会员们分享这一只股票的时候，当时的股价也只有46.5仙，而在短短2个星期内，股价一度上涨至52.5仙，涨幅高达13%。那哈达后，小编我又成功的抓到了 Ecoverse， 并为会员带来了可观的收益。那如果你也想获得股市里赚钱的机会，欢迎加入我们扭转乾坤的私人群组。在这里，小编我会分享我们独家的基本面和技术面分析报告，让你在第一时间抓到潜力暴涨的股票，从而把握住赚钱的机会。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到 Pin Comment 的链接里联系我们哦。那回到来，由于柔佛苏丹将在2024年成为国家元首，因此预计作为柔佛苏丹概念股的 Ecoverse 将受到更多投资者的追捧。除了受到柔佛苏丹的光环加持外， Ecoverse 的基本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原因。首先是他们拥有超过30年的建筑经验，其中也参与了不少著名的建筑项目，例如 KLIA、Twin Towers 和 Ecocheras 等等。此外，他们还是柔星捷运系统 RTS Link 的工程承包商，主要负责项目的施工和相关工作。如此丰富的建筑经验，无疑为他们未来获得更多项目的机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那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是， Ecoverse 也是 Duke Highway 1和2的经营者。那为何这一个是值得关注的点呢？因为他们是 Ecoverse 最主要的摇钱树，在所有赚钱的业务里，一共贡献了高达83%的盈利。此外，他们对 Ecoverse 而言也具有很高的资产价值，因为根据 UOB 的报告，这2个高速公路的总价值高达7.6个 billion， 而由于政府曾经承诺将废除高速公路的收费，为了实现这一个目标，因此政府有机会收购这2个高速公路。那这并不是天方夜谭，因为政府曾经在去年就收购了4条收费大道，分别是 Kesas Highway、Spring Highway、LDP Highway 和 Smart Tunnel。那如果政府也向 Ecoverse 完全收购 Duke Highway， 预计 Ecoverse 将会获得4.6个 billion 的现金入袋，这庞大的数额甚至远远高于他们目前1.5个 billion 的市值。那在有了这么多的现金后，相信 Ecoverse 也会派发特别股息给股东们。毕竟在2017年 EPF 也曾经以价值1.1个 billion 的价格向 Ecoverse 收购 Duke Highway 1和2的48%股权，而随后 Ecoverse 也将其中的214个 million 作为特别股息派发给股东们。那么如果 Ecoverse 真的成功以4.6个 billion 的价格卖了 Duke Highway 后，按照2017年的派发比例，也就是19%，那预计股东们一共将会获得高达874个 million 的特别股息，平均每股能获得29仙，相等于现在股价的58%赚幅。那除了拥有基本面的优势外， Ecoverse 也发布了一项公告，并为他们的未来增长潜力增添了不少分数。那这则公告就是 Ecoverse 的最大股东丹斯里林刚和宣布了一项合并大计划，主要就是整合并重组他们旗下的公司，也就是将 Kunsford 和 IWCD 纳入进 Ecoverse 里。那为了实现这一个合并，林刚和提出了4个建议。首先是 Ecoverse 将和 Kunsford 的建筑业务合并，为此 Kunsford 将通过发行新股给 Ecoverse 作为收购他们旗下的独资子公司 Eco Construction Sdn Bhd 的支付方式。其次是 Ecoverse 将收购位于 RTS 附近的4块土地，以作为开发公共交通导向型项目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第三项则是 Ecoverse 将收购 Credence Resources Sdn Bhd， 而这个 Credence Resources 目前持有着 IWH 高达63%的股权，而 IWH 目前持有着 IWCD 34%的股权。简单来说就是 Ecoverse 将通过收购 Credence Resources 的股权，以间接收购他们旗下的所有公司，其中包括 IWCD。而最后一个建议则是 IWCD 将收购 IWH 的所有子公司，以合并双方的产业和资产。
那一旦完成这一项整合计划后 Ecovac 的公司构架将变成这样，主要由4个业务，分别是产业、种植业、建筑业和大道业。此外，这一项整合计划还有助于加强 Ecovac 的整体业绩，提高他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地位，同时确保业务运营的可持续性。由此可见 Ecovac 的基本面非常强劲。此外，从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Ecovac 的股价在当时也回调到了关键的支撑位，再加上前一天收的多季蜡烛，显示 Ecovac 的股价有机会迎来反弹。那由于 Ecovac 的基本面和技术面都呈现出良好的迹象，因此小编我当时认为他们的股价是有上涨的潜力，并决定分享这一只股给私人群组的会员们。不过小编我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目前 Ecovac 的股价都已经上涨了不少，奉劝大家不要盲目追高，可以自己先做好功课，了解潜在的风险和回报后再决定是否入场。那第3家要和大家分享的公司就是 ME Technovation Berhad。那早在10月20号时，小编我就有在私人群组分享这一只股了，当时的股价只有1令吉76仙，而在短短5天内，股价一度上涨至1令吉9仙，涨幅高达88%。那随着美联储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实施的一系列加息措施，美国的经济也受到影响。这是因为加息会导致借贷成本的增长，并间接影响消费者和企业的消费和投资能力，从而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其中最为明显的影响体现在了股市上，不仅是美国股市受到冲击，全球股市包括马来西亚股市也受到了加息政策的影响。然而，连续这1年多的影响后，美国经济开始出现回暖的迹象，而且经济学家也认为有望迎来软着陆 soft landing。 那软着陆是一个经济语速，简单来说就是当某个国家实行了加息政策后，不仅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的反效果，而且还成功的减缓经济增长，以控制国家的通货膨胀。那如果真的能够成功的实施软着陆，这将提高市场对未来经济稳定性的信心，从而促使投资者更愿意投资高风险资产，例如科技股。这是因为宏观经济环境看起来更稳定，因此这也是小编我会选择关注科技股的原因，并试图寻找股价有机会上涨的科技股。而在众多科技股之中，小编我选择了 ME。 那为何 ME 能脱颖而出成为我的投资目标呢？首先是因为 ME 自2018年上市以来，他们的业绩表现一直都很稳健，并且从未出现过亏损，这体现了他们强大的财务管理能力和业务模式的可持续性。此外，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 ME 最近在10月宣布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打算在中国杭州投资高达3000万美金来建设一家新的研发与制造工厂。那这一个工厂将专注于生产功率模块和器件，这也预示着 ME 在技术创新和生产能力方面有着显著的扩张。而且这项投资无疑是一项具有前瞻性的措施，因为 ME 的董事部认为，随着各行各业对更节能和高性能的电子产品，例如智能手机和电动汽车的需求有所增长，因此相信全球宽带系 Wide Bandgap 半导体市场也将在未来10年出现前所未有的增长。那这里小编我为大家进行一个小科普，宽带系半导体对比传统的半导体有着更大的优势，例如它能够承受更高的温度，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好的节能性能。因此宽带系半导体在未来的电子产品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也被视为推动未来技术革新的重要产品之一。那为了顺应这个电子产品的发展趋势， ME 的管理层决定投资于这一个项目。通过这一种策略， ME 不仅彰显了对科技前沿的追求，也预示着他们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走向领先地位的可能性。而小编我也对 ME 这一项投资计划表示看好，并决定关注这一只股票。而根据最新业绩，目前 ME 已经正式启动了这一项计划。至于这一项投资计划会如何影响 ME 和整个行业的走向，我们就将拭目以待吧。而除了对于技术面的分析外，小编我也对 ME 进行了技术分析，并观察到 ME 的股价有上涨的潜力。这是因为 ME 的图表不仅处于上升趋势，而且当时他们的股价回调至关键支撑位后，股价进行反弹，并形成了一个带有长下影线的锤头 Hammer
形态的蜡烛，这通常意味着股价回调的结束，并暗示着股价有可能继续上涨，甚至有可能突破先前的阻力位。因此，在基本面和技术面都呈现优势下，小编我决定投资于密，并成功的抓到了这一波赚幅。那在进入总结之前，在这里也要送大家一个福利。那如果你是新手，想要开设投资户口，并享有 0.05% 最低水钱，而且享有每年 2.68% 利息回抽的投资户口和良好服务的话，可以在这一支影片留言区的 pin comment 了解更多哦。这样一来就能节约投资成本，赢在起跑线。那通过今天的影片，相信大家对这3家公司有着更进一步的认知，同时也能领会到小编我在选择投资这些股票之前所进行的研究策略和投资思路。除了对公司基本面的分析之外，技术面分析也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工具，因为这样才能达到更全面的分析，从而做出更明智的投资决策。那如果你们也想学习小编我的投资策略，以增加自己在股市赚钱的机会，那欢迎大家到评论区的 pin comment 点击连接联系我们，并加入扭转乾坤的私人群组哦。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今天为大家介绍的公司股价都已经上涨了不少，因此不建议大家盲目投资，并且要先做好功课，衡量风险后再做投资决定。那荧幕前的你们平时都是以什么策略选股的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投资心得，让大家一起讨论并互相学习。谢谢大家的收看。